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可乐财经，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。首先，我来恭喜各位有观看我视频的观众。11月，我所推荐的 Teladoc 和任天堂 Nintendo 都起飞了。最近 ，EV 新能源汽车板块备受瞩目，特斯拉被纳入标普500，电动三宝小鹏、蔚来和理想也涨疯了。然后周三发生了小回调。对于这些 EV 股票，我给予的投资建议是，已经持有这些股票的，毕竟你们都挣了那么多，一点的小回调并不算什么，恐高的可以先止盈一部分。电动三宝现在的估值其实已经非常接近2025年的估值，如果有一天股价下跌超过10%到15%，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大机构认为估值过高，正在变卖他们的股票套利，我可能会止盈。如果你是还没有买入的，我建议你继续观望，等着第二波回调。至于特斯拉，我认为它还是非常有希望冲到600的，毕竟很多 tracker funds 被动的基金都会大量买入，所以可以继续持有。今天会聊的股票是小牛电动 New Technologies。 小牛电动在财报后跌了大约 15%，ARK 基金也在偷偷的买入加仓，每天的邮件上面并没有显示他们买入此股票。股价在11月23日暴跌后，从这个网站上可以看到 ARKQ 在趁着股价回调的这段期间，买入了16000股价值$50万的小牛电动股票。那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家公司吧。首先从管理层方面来看，他们的管理层可算是精英人才。 CEO 李彦是 Stanford 大学的博士，曾经在 Qualcomm 高通研究 4G 技术，也在 KKR 集团当过高层。 KKR 集团是一家著名的私募投资机构，其公司的特点是杠杆收购的天王。然后我们看看小牛电动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？小牛电动创建了一个新的市场类别，智能电动摩托车，并不断地为全球客户提供方便、更环保的智能城市机动车辆，以重新定义城市机动性并改变生活。我上 Reddit 查了一下小牛电动的评价，而且很多买家都给予非常正面的评价。小牛电动的产品组合有7个系列，不同系列的产品可满足不同阶层的需求。小牛电动保持了快速的增长速度，在全球范围已累计销售超过100万辆智能电动摩托车。小牛电动已经扩展到了38个国家，在亚洲、欧洲、拉丁美洲的城市都设有零售店。小牛电动也为电动摩托车提供 SaaS 解决方案，所以小牛电动并不像电动三宝，它是一家已经走向国际的公司。那小牛电动到底牛在哪里？主要它有着2项比较强的技术。第一，小牛电动的 APP， 这个 APP 是整车的智能管家，它是整个车的大脑，与遍布全车的传感器保持同步互联，并随时将车辆状态、骑行统计、历史轨迹、电量统计、电池健康等信息通过云端推送至你手机 APP， 包括车辆定位、震动、倾倒、电池拔出等手机提醒，以增加车辆的防盗性。第二项核心技术就是 New Energy 锂电池的技术。小牛电动开发了第4代 New Energy 锂电池技术，该技术具有更长的电池寿命、更长的续航里程，以及更轻便的安全性和强大的功能。在国内很多市政府已经开始强调运用锂电池的电动摩托车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小牛电动的第3季度财报。小牛电动第3季度的净利润增长了 25%， 也算是交出了及格的成绩单。收入增长 37%， 环比增长 39% 至 8.9亿人民币。虽然财报稍微差于市场预期，
股价跳水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利润率下降和混合平均收益下降。小牛电动的销售收入增长是归功于电动摩托车的销量增长了 68%， 但是平均价格和毛利率下降了 17%。 主要原因是公司给予的产品折扣和产品组合发生了变化，由毛利率比较低的 G0 模型占有比较高的销量，以及海外销售组合的下降。公司预计第4季度的收入指引将同比增长 5% 到 15%， 在我这里看来是相对保守的。之后我们看看有5个主要推动小牛电动股价的因素。第一，海外拓展。我预计公司将在2021年恢复激进的国内门店开业和海外市场扩张。该公司已经在欧洲、美洲、东南亚、韩国等开设了商店。要知道，电动摩托车在东南亚的市场可是非常大的，尤其是在泰国、越南、印尼这些地区。该公司将于12月举行产品发布会，管理层预计印尼的销量和收入将于2021年2月至3月开始被算入明年第1季度的财报。第二，政策的支持。要知道，其实在亚洲有潜力带领着绿色新能源革命的其实是电动摩托车。全球的电动摩托车收入估计为14亿美元，其中有 8.3 亿都在亚太地区。尽管世界其他地区正在为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做好准备，但是在亚洲，电动摩托车正在引领潮流。随着对新规法的执行力度加大，导致较小的参与者退出市场。在国内有些地方已经有着更积极的地方政策，例如杭州市政府最近宣布了一项新政策，要求在2年内使用新的电动摩托车替换旧的摩托车。第三，更强的竞争格局。随着 GOVA 系列的发布，该公司进入了终端市场。在这一领域中，传统商家占据了更大的份额。到目前为止，该公司的 GOVA 系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我相信小牛电动将能从传统厂商那里得到市场份额。由于拓展了产品组合，每家商店的销售将急剧上升。管理层也表示，该公司将在2021年加大开店的力度，让该公司可以利用现有的商店网络来捕获更多的需求。第四，电池和原材料成本的降低。小牛电动目前的产能为100万个单位，而常州新工厂将于明年第2季度上线，产能为100万个单位。这将有助于小牛电动实现规模经济，降低成本并且提高利润率。第五，新产品线。RQI 和 TQI 产品尚未进入批量生产，因为这些型号是专门为海外行销而设计的，由于疫情的影响而被推迟。相信明年小牛电动将在第2季度为国内外市场推出一些新产品，继续扩张市场。当然，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小牛电动所面临的风险。第一，疫情所导致海外市场的低迷。由于物流中断和海外市场的经济停滞，第2季度海外行销受到了重大的影响。虽然第3季度的销售强劲，但由于出货的问题，导致了有所延误。管理层指出，由于需求旺盛，并且现在的资源十分有限，第4季度海外销售额业绩关键在于运输方面。由于现在在家办公越来越普及，这削弱了人们对乘车共享服务的需求，因此乘车共享平台的销售一直面临着挑战。第二，有关于电动摩托车的政府规定。该公司的低端产品之所以能获得更高的需求，是因为该法规的执行更加严格。不符合新规定的高端摩托车将导致销售额受到影响。第三，原材料价格意外上涨，而导致利润率下降。第四，销量低于预期，无法保持定价的能力。
第5，软体板块的收入空间。要记得，小牛电动软体板块的收入并没有新能源汽车那么大。比如说，30万的车可以卖价值大约3万的软件，但是小牛电动也就几千元的摩托车，所以它的软体板块并没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，会比较像 Fitbit 智能手表这种公司。那让我们总结一下小牛电动这家公司的股票操作。小牛电动离52星期最高点回调了 18%， 从技术面来看，现在可以算是比较好的买入时机。我认为小牛电动是一家执行力、行销、管理层都非常好的公司，趁着财报所导致的股价回调，我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买入这一家公司。股价名称 New Technologies 小牛电动，股票代码 NIU， 目前价格为30亿美元，分析师所给出的目标价格大约为40美元，回报率大约是在 30%， 而我建议的买入价格就是现在，或者如果你比较有耐心的话，可以等到28到30美元之间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加分享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。